嘿嘿，今天这轮一餐可不简单，今天是被邀请来了一场名媛聚会，虽然我也不知道去了干什么，但是主办方说有很多好吃的。嘿，我就想起了我妈告诉我那句话，免费的饭就是最香的饭，所以我这不就来了嘛。这是我们的新朋友，干干，我的师傅也来了 ，Rich People。今天感觉来了很多熟人，不过我越看越奇怪，今天全场好像只有我一个男的嘛，不过无所谓了，这是一个富婆美容仪的体验会，现在感觉更像是一个大型博主见面会。反正我是过来吃东西的，不过难得的机会还是体验一下富婆的玩具是什么样的。会上的甜点我也都帮你们吃过了，不愧是富婆的生活，也不知道今天有没有富婆可以看穿我的逞强。其实，在日本这样的新品发布会还是有很多的。结束之后还有一顿丰富的晚餐，这是一家意餐。其实意餐大家应该都懂，虽然好吃还是好吃，但就是你吃到最后你都不知道自己吃了什么。前菜大多是鱼和蔬菜，第一道主菜是奶油焗饭，奶香的米饭配上酥脆的鱼排，这个非常高级。第二道主菜就是牛排了，5分熟真的巨好吃，里面的汁水非常多，咬下去外面是焦焦的口感，然后汁水一下子爆发在你的口腔里面，再配上一些酱汁和芝士土豆泥，我又好了。最后的甜品是奶油布丁，可能这个摆盘就要值100块吧，甜而不腻。你看这个像不像你摇晃的肚皮？今天也是快乐的一天，我爱富婆卡哇伊。天哪，这家店我是真的爱了，这么远跑过来也值了。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现在非常的想吃炸鸡，所以我就去网上搜了一下日本最好吃的炸鸡在哪儿，然后我发现了很多答案都指向了一个地方，名古屋。我住在东京，名古屋离我大概有400公里，是真的远。但作为一个美食博主，跨越半个日本还是没什么问题的。哎，说是迟那是快，下午我们就到名古屋了，我们就直奔这家店吧。招牌上就写了换只鸡翅，我看你今天能有多换。菜单都是手绘风格，店里面也都是一些鸡翅的海报，筷子的包装上面还画了鸡翅的吃法。吃鸡翅怎么能没有快乐水？我点了一份原味和一份加辣版，它这种干炸鸡的皮特别的薄脆，搭配上日本的山椒粉和辣椒粉，吃了一口真的很难停下来。这种炸鸡翅好像是用低温慢炸，炸了很久才炸出来的，特别是鸡肉里面的汁水和外面的孜然粉混在一块之后，这个味道真的是太神仙了。一个人来吃的话，再加一碗炒饭，一份怀旧小香肠，哎，这顿饭美滋滋。不过我就很纳闷了，为什么名古屋炸鸡这么好吃，女生还这么的瘦？而且我有个在这儿工作的朋友还告诉我，名古屋还有一家店，他们家的冰淇淋是0糖低卡，我吃再多也不会胖。来都来了，那肯定得试一试，就是这个了，味道酸酸甜甜，感觉还挺解腻。服务员跟我说这里面添加了 K1 植物益生菌，是益生菌中的战神，而且他们还把螺旋藻玩出了新花样。代餐拌和果冻里面也添加了60多种维生素和植物纤维，可以调节肠胃，预防便秘。里面的水溶性膳食纤维还可以减少油脂的吸收。哎，稍等一下，那如果这样算的话，我今天吃的炸鸡45就相当于没吃，哎，非常划算。嘎玩意儿，我终于还是咬牙买了这个，我到今天才拿到这个10万日元的补助，折合人民币6500块。哎，所以今天终于可以吃点好的了。进门我们就先来一个刺身拼盘，不愧是高级寿司店，这种一次性筷子的造型都这么奇怪。我们还是先来尝一下前菜，海参油豆腐，是一种爽口的甜味儿。再来试一试拼盘里的鲍鱼，这个鲍鱼也是生的哦，我才知道原来生鲍鱼是这么的脆，而且我感觉这种鲜美的味道其实比煮的还要好吃。薄切的鲷鱼还是那么美味，只用蘸一丁点酱油就好了。三文鱼的话，我喜欢多蘸一点酱油，再加一点芥末，这样就可以盖过三文鱼的油腻。蟹腿肉也上来了，哇塞，你看这个肉有多少，终于不是假的蟹肉了。别的刺身吃完之后，我们就吃主菜吧。这么大个海螺里面的肉只有一点点，我也是服了。烤鱼的味道也不错，外焦里嫩，但我最爱的主菜还是和牛。吃完之后，寿司拼盘也来了，海胆寿司永远都是最好吃的。不过这个虾嘛，我就不吃了。最后又一碗鳗鱼汤收尾，满足了。大块的鳗鱼和香菇一起炖，真的太妙了。哎，日本接 R 的人居然找到了我，这个有点夸张了吧？不瞒你们说，我第一次接到这个电话的时候，我还以为是诈骗电话，但对方说可以包我的来回路费，哎，我就马上起身了。接 R 就是日本铁道公司，比方说大家所熟悉的新干线呀、电车呀，都是他们家的。反正这个大家应该都知道。他们这一次找到我呢，主要是说想聊一聊关于自媒体的一些事儿。我猜哈，估计是想请教一下我们。马上就要见到JR西日本的所长了。见面之后感觉还挺亲切，在给我们介绍了一些工作人员之后，就带着我们游览了一下蓝山风光，实属热情，还安排了很多当地的特色项目让我们体验。比方说像人力车，这个我还真是第一次坐，这个车夫拍照还挺专业，然后带我们坐了蓝山小火车，最后基本上把这个地方的所有的景点都玩了一遍。哇，感觉这趟行程安排的还是很周全的。所长也是陪着我们全程参观了整个蓝山，结束的时候已经是晚上了。我突然还有点佩服日本人的待客之道，就是不管以后会不会合作，这次的见面也是一个不错的回忆，也希望国人能够在他们的心里留下好的印象。卡玩意儿，因为明天就要离开京都了嘛，所以今天还得去车站买一点伴手礼。这次就买一点京都比较受欢迎的和果子吧。我感觉日本的和果子就是你自己吃的时候觉得很贵，但如果是送礼的话，就觉得其实也不是很贵。我看这家店学生还挺多，估计也贵不到哪儿去，买了2份也才70块，哎，感觉还捡到了便宜。而且感觉这种和果子的包装一般都还挺精致。挑完了伴手礼也得满足一下自己的胃了。今天我们就在石岐家速战速决吧。啊，又上新品了，感觉它和松屋吉野家的战争就没有停歇过。今天就吃一个菠菜牛肉咖喱吧。我记得我刚来留学那会儿打完工的时候就经常吃这个，便宜又管饱，而且我特别喜欢它这个菠菜的味道，特别是在你吃惯了那些大鱼大肉之后，哎，回归一下石岐家还是非常幸福的。怎么感觉像是我在装逼？没有哈，我就只是想说石岐家的味道还是这么的淳朴和王道，哎，永远是你温馨的港湾，没有打广告。我还单点了一个鲑鱼，这个贼下饭，这样一顿下来也就50块的样子。我个人觉得石岐家的牛肉咖喱的味道比普通的日式咖喱味道要重一点。如果觉得咸了，你其实可以少蘸一点咖喱，根据自己喜好来吧，再搭配一点鲑鱼，营养还是到位了的。所以学生党和上班族都很喜欢来这儿，还很适合穷游党。吃完我又追加了一个他们的新的甜点栗子布丁，这个小包里面装的是那种脆脆的可丽饼粉，撒上之后和布丁一块吃，口感就很奇妙。最后总共花了60块，阿基推荐指数，8分。
要我说，在日本生活体验最不同的，可能就是上厕所了。这里的厕所你可以看到外面的人在做什么，外面的人也看得到你在做什么。这人是让我看手机吗？哎，开个玩笑，开个玩笑。除了那种奇葩的厕所，正常的厕所还是很优秀的，像是感应冲水、婴儿座椅这样的都是常规设计。但接下来这些就很贴心了，比如说跌倒时候的紧急按钮、宝宝专用的清洗台，还有可以随意转动的水龙头、4季常温的马桶圈，或者是可以换衣裤用的换衣台、紧急用的折叠床、适合婴儿坐的马桶圈。这样的小设计可以说是满足了各种各样的使用场景。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厕所里一般没有异味，除了公厕，很多日本人家里的厕所不仅没有异味，还有很好闻的香味。会有那么多日本人在厕所里吃饭，阿基推荐指数9分啊，真香！哇，在日本吃饭一定要小心这种店。今天在和阿姨逛街的时候，就突然非常想吃关东煮，然后就在路边看到那家装修还不错的店，我就想那就吃吧，反正一个关东煮店应该也吃不了多少钱。于是我就开始疯狂的加菜，平时吃什么我就点什么，然后我也没看后面的标价牌，只是觉得这家服务还不错，味道也还可以，比普通关东煮的味道更重一点，感觉好像除了店员长得比较凶以外就没什么缺点。然后我就不停的吃到后面进来的客人也都是一些白领，然后这个时候我就开始觉得有点奇怪了，直到最后我给钱的时候我才发现不对，我和阿姨就点了2盘关东煮，结果一看吃了500多块，本来我觉得它还挺好吃的，一给完钱我反而觉得它不好吃，你们说我是不是贱？阿基推荐指数6分，太贵了。大家都知道日本是一个泡面大国，今天就一起去一个好玩的地方——泡面博物馆。进馆的第一件事也是最好玩的事儿，就是可以在这儿定制一杯属于自己独一无二的泡面。工作人员先会发给你一个空白的泡面杯，然后你可以用桌上的马克笔画上各种图案，来一起发挥想象力。就先画一个我吧，好吧，画画技术果然还是有差距的。这是隔壁胖胖橘和诺诺画的，我这个就像幼儿园大班的水平。画好了之后，我们就可以拿去做面了。先是摇动拉杆，装入面饼，然后选一种汤头，再选自己喜欢的配料。我总共选了4种配料，虾肉肯定是要选的，然后要一点鸡蛋。这个迷肉成功引起了我的注意。全都做好了之后，就是真空塑封了，最后还送了一个充气挂带。弄好了之后，我们就继续逛博物馆吧。这里很详细的介绍了泡面的整个发明史。这个小屋就是泡面发明者安藤百福的家。这里从最早的拉面1958年开始，到之后的每一次泡面进化都陈列了出来。这是我出生那一年的泡面，真有点好奇味道。感觉2000年之后的泡面就有点熟悉了，好像经常在一些日剧日影里面有看到过。这里不仅按年代分的泡面，还有很多别的国家的泡面。哎，你们猜猜祖国的代表队是谁？好吧，老坛酸菜和红烧牛肉面我还可以理解，这个1桶半你们有谁吃过吗？隔壁韩国的代表队那肯定就是辛拉面了。逛到这还真发现了不少感觉挺好吃的泡面，就突然想起了那句话，泡面属于深夜孤单的胃和无处安放的灵魂。好啦，最后我有一个好奇的事儿，泡面中国队你们会选择谁？阿基推荐指数9分，卡玩意儿。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基。很多来日本玩的朋友们只知道秋叶原，今天就带大家看看另一个2次元狂热聚集地——中野百老汇。其实可以把这里想象成一个昭和版的秋叶原。这里的特点是手办极其便宜，最重要的是这里有很多老番周边。这里很多形象都是在我出生之前就有的，所以我就在想一个问题：你们看过的最老的动画是什么？龙珠、灌篮高手还是悠悠白书？这里面总共4层，2、3、4楼是各种各样的手办店、玩具店和漫画屋。最让我觉得致命的是，这里居然有很多文字冒险游戏店。还记得那个夏天抱着 PSP 玩文字冒险游戏的时光吗？是我们90后的共同记忆了。我发现这里真的非常适合学生党来逛，只要你有时间，这里一定能淘到你想要的宝贝。几10块钱的盒装手办，它不香吗？所以这里真的是日本复古玩具爱好者的天堂，并且除了很多复古产物之外，这里也有很多新番周边，所以宅们来这里也不会闲着。动漫迷们就放心来吧，阿基已经帮你们看过了，来这儿就不可能空手而归。心爱的玩具，跟我回家吧！真的比秋叶原便宜了不少，难怪会有人说这里是只有本地人才知道的宝藏之地。别说2次元手办了，这里你越往深处走，越能发现一些硬核限定款。对了，最好不要让你的男朋友看到这些袋装手办，一定要控制好自己的钱包。阿基推荐指数9分，卡玩意儿。我最近不是在网上买了个床吗？今天就一起去买个床垫吧。这好像是我第一次来买床垫，在国内的时候都是老妈早就买好了。哎，看了半天也不知道选哪个，最后还是选了一个比较便宜的。反正到时候回国这个东西也不会要了。然后我提着床垫去问了一下服务员，这个床垫卖300多，如果需要配送的话，配送费是400多。我也不知道说什么了，给你比个大拇指吧，还是自己提回去吧。在这里好像只要涉及到人工费用就会很坑，但是上路之前我们还是要先填饱肚子。床垫这么大也提不进去，我寻思这么大一个东西应该没人会偷吧。今天我们就吃个天妇罗吧。点好菜之后心里还是有点虚，以防万一还是看一下东西还在不在。好，可以安心吃饭了。这个天妇罗套餐里面有鸡蛋、鱼、茄子和虾，还有一片不知道是什么的树叶。话说你们知道吗？天妇罗居然不是日本人发明的，其实最早是葡萄牙人引进的，而且天妇罗3个字都是葡萄牙语，最后反而变成了日本的特色料理嘛。不过好吃就行了。果然炸虾还是要揪着糖心在一起下饭才好吃。走吧，吃好了就继续上路。因为骑了个自行车，所以我全程都是这个状态，太想念国内的配送了。好了，到家，但愿今天可以睡个好觉吧。晚安，卡哇耶。